果给你一个爆红的机会，代价是在片场连扇你35个巴掌，在剧组排练被砍断手上的击剑却不敢落下课程，可你甚至连这个爆红的机会什么时候会降临你都不知道，你还愿意吗？可能很多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但如果你问李云瑞，他一定会说我愿意。相信大多数人熟悉李云瑞都是通过《封神》这部电影或者当年的九重子这部超级大爆剧，仿佛不管什么时候看到李云瑞，他都是带着柠檬一般的清爽，笑意盈盈的看着每一个人。但其实为了这个站在大家面前的瞬间，李云瑞真的付出了太多。本是国家2级运动员，还就读于国内顶级985大学。上学期间，他还曾经组建过乐队。看着当时的视频，真的感觉温润如玉的学长具象化了。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小林接触到了给学校拍摄毕业电影的机会，直到导演说过了，他才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跳了起来。也是这次机会让小林有了进入娱乐圈的想法。可你知道吗？这份看似光鲜的想法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狼狈与坚持。很多人都说他运气好，一出道就能摸到《封神》这样的大制作，可没人知道他从萌生想法到真正站稳脚跟，整整熬了9年。这9年里，他连一次真正的主角都没摸到过，甚至一度穷到靠以前的比赛奖金糊口。2019年，他鼓起勇气参加创造营2019，想靠唱跳打开知名度，可作为唱跳小白，他拼尽全力，最终也只拿到第19名，无缘成团。转行当演员后，没有科班背景的他只能从最底层的龙套做起。首部作品《龙的厨房之皇太子的错爱》查无此剧。之后几年，他在余生请多指教《星汉灿烂》里演男3男4，戏份少得可怜，甚至很多镜头都被一剪梅最窘迫的时候，他连续8个月没戏拍，银行卡余额见底，在狭小的出租屋里，一边怀疑自己的选择，一边又不肯放弃。有人劝他，凭你的学历和运动员资质，找一份安稳的工作不好吗？何必在娱乐圈里自讨苦吃？可他只是笑着说，再等等，再坚持一下，万一呢？你以为这就是最难的了吗？更让人心疼的还在后面。为了拍电影《超越》里的一场戏，他为了演出角色的委屈与不甘，主动要求对手戏演员真打整整被扇了35个巴掌，脸上肿得老高，清晰的5个手印里还渗着血痕，对手演员都心疼的不行，他却笑着说没事。直到导演说过了，他才像个孩子一样开心的跳了起来。还有在封神训练营的日子，6个月的封闭式训练，每天凌晨5点就起床练马术练武术。一次训练中，他不小心被击剑砍断了手上的击剑，鲜血混着汗水一滴一滴往下流。医生建议他休息几个月，可他只简单包扎了一下，一手缠着厚厚的绷带，一手握着剑继续训练，一节课都没有落下。有人说他傻，可他心里清楚，非科班出身的自己只有比别人更拼，才能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说到这，肯定有人要抬杠了，他这不是敬业，是博眼球吧？还有人说他爆红全靠古装红利，演技根本不行，只会靠脸输出苏感。甚至还有人吐槽他所属的公司是小作坊，资源断层，总靠炒 CP 捆绑营销，消耗他的好感度。他能火全是运气好，可我想问，运气真的能解释一切吗？如果运气好，他不会熬9年配角；如果运气好，他不会被扇35个巴掌，砍断肌腱还咬牙坚持；如果运气好，他不会为了星汉灿烂的元肾15天减重14斤，手抄6万字原著剖析角色，甚至为了一个微动作对着镜子练上几百遍。他从来都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把每一个小机会都拼到极致。在星汉灿烂片场，他追着礼仪指导学习汉代仪礼的17种规制，为元肾设计毒蛇时狂摇扇子的微动作在西出玉门里，无台词戏份全靠眼神传递情绪，连道具摆放都要亲自参与，只为给角色注入灵魂。更难得的是，爆红之后的他没有被流量冲昏头脑。9重子播出时，他和孟子义的 CP 话题爆火，超话粉丝破200万。可他在直播里直接表态，戏是第一位的，希望粉丝理性看待，不迎合炒 CP 的模式。当
当同期艺人都在争番位抢资源时，他只是默默健身琢磨剧本，甚至被拍到频繁去美容院做护理，还引发了男星服美衣的争议。有人说他太精致，不像个硬汉，可他却说演员的身体是角色最实在的表达，注重皮肤管理是对角色的负责。其实仔细想想，他从来都没有被标签绑架，体育生的坚韧，学霸的理性，演员的敬业，在他身上完美融合。他可以是九重子里气场强大的银发将军，也可以是综艺里放飞自我的搞笑男，更可以是默默打磨演技的踏实派。现在有人问，李云瑞的成功可复制吗？我觉得不能，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还能咬牙坚持，不是所有人都能为了一个镜头甘愿承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更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爆红之后依然保持清醒和谦逊。说过偶小生红不过一部剧，可是他偏偏靠一部逐玉，让宝格丽、GUCCI 这些顶奢排着队来签他。他就是张凌赫。2026年开年的2个月，品牌官宣代言人向再赶 KPI， 张凌赫是男艺人里涨势最猛的那一个，光是3月他单月就新增了4个头部代言，GUCCI大中华区代言人，全棉时代全球代言人，华第一粒经典全踩在1个月里落地。截至2026年3月，他手上已经握着18个代言，从顶奢珠宝、美妆、运动、潮流到家居个护、科技护肤，几乎全赛道铺开。这不是慢慢攒的，是1年之内火箭式蹿上来的。而真正给他盖戳的是顶奢，GUCCI 给的是双线品牌大使，双线合约。2025年早春，他就受邀去走了 GUCCI 2026年早春度假系列的时装秀，宝格丽也在他的合作版图里。一个出身古装的新生代男演员，能同时被 GUCCI、宝格丽这种级别的品牌收进来，靠的不只是脸192的身高，往秀场一站，男装成衣的骨架感直接就立住了。这是很多小生撑不起来的，被网友直接叫做顶奢。品牌追捧的人间迈巴赫不是没有道理，更说明问题的是，品牌看他的眼光变了。早期找他，本质是看脸，他是古装美男出卷，是视觉表达型的审美资源合作集中在时尚美妆，验证的是他在年轻女性群体里的话题度。但进入2026年，逻辑升级了，品牌开始把它从审美资源转成场景资源，华第一粒、全民时代这些大众消费品牌纷纷找上来看中的，已经不只是它好不好看，而是它能不能扛住全场景的国民级曝光。从摆在那好看到放进任何场景都能带动这一步很多流量小生一辈子都迈不过去。带货数据更是直接，他代言的墨镜品牌莫森眼镜官宣24小时内全渠道销售额冲到2100万，这种转化率反过来又抬高了他的身价。据业内说法，他的商务报价已经到了千万级别，团队挑剔，不是所有品牌都请得起等得起。一个新进流量能把价码做到让品牌排队，这本身就是话语权。把这些摊开看，1年飞升，影视双线18个代言，全赛道带货千万。很多人觉得他不过是一个靠古装滤镜的流量小生，红一部剧就该凉，这恰恰是低估了他古装滤镜是会退的。可顶奢不会为一阵风的热度压上双线合约，大众品牌不会为一张过气的脸赌全场景曝光。品牌真正在压的从来不是他这一部剧的热度，是他把热度接得住，还能往大众市场里转化的确定性。这个行业最不缺的就是红一阵脸，难的是红起来之后能不能让顶奢和国民品牌同时愿意把筹码压在你身上。这一关张凌赫这一年过得很漂亮，短短5天连砸4个重磅代言，内娱迎来了史上最权威的95升张凌赫新剧这一秒过火，一番男主图榜热搜，拿下1.2亿的招商总额，击碎了现民国剧招商的记录。很快影视圈的泼天富贵直接砸穿了时尚界最势利的高奢壁垒。看看现在的内娱环境，当同期的95升还在互相厮杀的时候，张凌赫的对手都是谁？肖战那是绝对流量破局的极致，他用极其恐怖的数据体量硬生生砸开顶奢大门，完成了流量对高奢的反向赋能。蔡徐坤那是先锋审美的极致，
他对 Z 世代高定剪裁的绝佳驾驭力，让品牌看到了无可替代的先锋感。而张凌赫呢，他拿的是内娱最罕见的双向绑定极速通关剧本，他是95声中唯一打通双方蓝雪顶奢5大主流刊国际时装周高定珠宝全赛道的艺人。更可怕的是，零考察期空降全球大使，开云和 LVMH 这2大水火不容的奢侈品巨头竟然在他身上达成了诡异的和谐。古驰打破10年惯例，专属为他推封主流男刊，解锁诚意美妆双线资源，外媒直接单独撰文将他封为东方高级审美标杆。 LVMH 这边的宝格丽更是直接开放100年古董典藏珠宝库，100万级高珠超薄腕表全天候向他敞开。这种常年仅限国际一线顶流的待遇，同龄人根本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再去看他驾驭古驰复古高定带宝格丽古董珠宝的映照压得住阵，毫无违和。他不被衣服穿，而是他在驾驭衣服，这种高奢不违和，平价不廉价的超强势配度，就是时尚总监们最爱的完美白纸。2026年，他首登艾尔正刊主封，1分钟销量爆破9万本，15分钟销售额直接斩获1000万级巨盘，24小时的销量断层不仅领跑同辈，更是直接成了各家大刊年底 KPI 的救命稻草。后续佳人3封面重磅释出，大家要知道，这可是古驰打破近10年惯例，由海外总部直接拍板的专属推封，封面一经上线，恐怖的流量瞬间干崩了，购买小程序全网光速秒空。除了国内杂志的大满贯式图榜，在国际时装周的修罗场上，他更是妥妥的 VIP。米兰看秀，古驰高层亲自下场开道陪同，内场座次直接紧挨着集团核心决策圈，国内同级艺人借都借不到的超级高定，甚至是还未走秀发布的限量款成衣，他轻描淡写就拿下了全球首穿的顶级 title。 在他的销售盘子里，不仅有死忠粉的疯狂氪金，更涌入了极高比例的野生路人盘，以及那些眼光极其挑剔的高奢 VIP 客户上身过的古驰成衣包带，佩戴过的宝格丽100万级高珠，不仅线上搜索指数呈断层式飙升，线下北上广的 SKP 恒隆专柜更是频频上演张凌赫同款一件难求的断货期。关蛋各位，时尚资源再逆天也只是皇冠，没有坚实的影视底盘拖着皇冠是会掉的。张凌赫能稳坐95声断层王座，底层逻辑是他完成了极其完美的商业闭环，资本从不为虚红买单，只投资稳定的爆款制造机，从苍兰诀惊艳破圈到宁安如梦度华年稳住大盘，他早就撕碎了单一股。欧小生的标签今夏这1秒过火，强势开播，直接击穿民国巨招商记录 1.2 亿招商总额，14个品牌云包场，业内直接封神，招商财神爷。影视爆流量稳，商务自然井喷。张凌赫现手握20家全品类代言，成功构建了顶奢台调性、中端稳口碑、国民盘销量的金字塔卡，闭环全受众覆盖，毫无死角。更关键的是，在内娱塌房成风、资方避险情绪极高的当下，他出道至今零绯闻零负面，低调专注业务，在资方的精算师眼里，这就是评级为真正的绝对安全资产，稳得住下线，打得穿上线。如果你是资本，你重用谁？所以张凌赫的破局绝不是玄学，更不是运气。如今内娱赛道早已分化，当其他95声还在同圈层立位了，番位和快销代言内卷互撕时，他早已完成全方位越级，他的对手早已是深耕名利场多年的老牌超级顶流，别人的资源靠争抢，他的资源是品牌主动邀约，资方主动加码，平台主动护航，实力定底盘，时尚拔调性，商业见真章。他用不可复制的个人壁垒，向内娱证明了真正能站上断层王座的，永远是兼具长线价值与绝对实力的人。属于张凌赫的时代将正式开启。